大家好，今天下午去修个浴霸，这个浴霸呢，它是不能吹热风，厂家判断它是加热模块坏了，然后补发了一个过来。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，缺个有用，加热模块更换。到达现场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呢是厂家发过来的加热模块，不过这个东西能坏也很少遇到。现在我们测试这个浴霸，照明没有问题，换气也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测试一下吹风，然后和加热。这个时候呢，用手感应，它只有吹风，但没有加热。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多想，就按厂家的要求换加热模块。先拆掉这个浴霸的面板，这是一个吸盘，拆这个非常方便。这还是一款单电机浴霸。更换这个加热模块，想省事儿也不行了，把这个风管拆掉。然后把所有的线呢都得给它解了，直接我们到下边去操作。因为这个要把机盖打开的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浴霸里面的结构，意想不到的简单。打开后盖周围的一圈螺丝，反到正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卡子，这个是和三角龙骨夹在一起的，可以稳定浴霸。像它这个好像都没起什么作用，因为没有拧紧。打开的时候大家要注意，里面有个卡扣的，用螺丝刀捅一下就开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浴霸的内部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我们要换的就是这个加热模块。沿着这个保护外壳呢，这是它的2条电源线，把这个电源线按顺序给它拔了。一会儿我们再按顺序的一定要装回去。这样拆下来也看不出什么问题啊，和这个新的几乎一模一样。也没有什么烧坏的痕迹，对比一下它的功率，2个功率都是2110瓦的。好，不浪费时间，直接装回去。插这个电源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正负极不要搞反。换这个2分钟搞定了。现在就装回去。顺便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浴霸灯的驱动的，这个是接到端子上的。如果我们的灯坏了，是可以换的，包括这个驱动都可以换的。再看一下这个浴霸，哎呀，太简单了，这个里边的结构太简单了。换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面板还原。平时我们维修的这些东西呢，都是根据客户发生的情况，然后报给售后，售后师傅呢判断他的问题，然后给他发配件，然后我们上门来换。正常情况下呢，我们是不用怀疑厂家售后团队对他的机器故障的判断，所以我们过来呢是不考虑的，直接按厂家的要求去换。但是这个浴霸呢换上去以后，还是和原来的问题一模一样，还是不出热风。看来厂家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呀。那么现在不是浴霸的问题，我们直接考虑到就是开关了。这个时候我把开关先拆下来检查一下，很可能这个线是有虚接的地方。拆开了以后这么看，感觉没什么问题，然后我抓着这个线这么一晃，才发现就是这个加热的线，看这个线已经老化成什么样子了。虚接发热导致的，嘎嘣脆，和薯条一样。时间拉出来才发现螺丝压到线皮上了，导致虚接。现在我们再确认一下暖风的情况，就是直接把这个取暖的线搭到火线上，然后去试出风口，果然暖风已经揣出来了。再看一下这个虚接的接线端子。这个地方呢已经有一点烧的变形了，鼓包了，很显然这个开关已经废掉了，只能让客户联系厂家重新换一个开关，下次我们再重新安装。男女业主非常好奇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顺便给他讲一下这个原理，让他们做个了解。顺便给他讲一下使用安全须知。问题已经找到，现在我们这个浴霸就可以恢复了。再看一下这个卡子是和三角龙骨卡在一起的，这样主机在使用的时候不会晃动。把这个面板装上去，为了不影响客户使用，就把这个加热的线呢先给它剪掉了。现在
照明、换气、吹风都可以正常使用。先恢复，等开关回来以后，售后那边会重新下单，再次上门安装。这就是本期浴霸的维修过程。师傅安装的时候拧螺丝的一个小失误，压着蟹皮导致续件。厂家花了钱，师傅上了门，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。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浴霸为什么要卖那么贵了吧？